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去参加了我表哥的婚礼。他们那个婚礼呢，办得很小，但是特别温馨。然后他们用了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个花来装饰他们的会场。然后婚礼之后呢，他们特别好，就把他们用过的这些花全部都送给我了。这个花呢，真的是非常漂亮，给你们近距离的看一下。这么漂亮的花呢，当然要好好利用了。那今天就用这些花来做一条超梦幻的花仙子公主裙吧。做公主裙呢，我要从里往外，首先来处理最里边的衬裙。我手头这条衬裙呢，是我从二手店买的，它真的是质量不太好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下摆完全就是毛边都没有处理，而且比外面的纱还长出来一截儿。那首先呢，我就是要把下面这个毛边都给它处理一下。处理完这个毛边呢，我还打算把外面这个纱给它再加上一层，让这个纱更长，让整个裙子更蓬。现在就来处理这条衬裙吧。这是处理好的衬裙，现在要做衬裙外一层的裙子。那我买了一条二手的旧窗帘，用这个布料来做这条裙子。首先我要把窗帘上所有的缝线全给它拆开，用环形剪裁裁出需要的裙子。用卷边压角对裙子进行卷边，顺便看一下卷边压角做出来的效果，这还是没熨之前，熨完之后会更加的平整。把原本完整的环形裙子对折，然后沿一侧的缝线剪开，剪出来的毛边呢，要给它们进行包边，然后包好边之后呢，再从下往上给它缝起来，在最上头留一个开口，这是之后缝拉锁的地方。这是这一层裙子做好的样子。我在这条裙子上画了距离相等的同心圆，那每一层圆上都要压一层纱。我买了36.5米的薄纱。如果你用薄纱做过东西呢，那你一定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的讨厌，多么的难搞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无穷无尽的薄纱地狱。我还买了将近50米的丝带，缝在纱的下缘。光缝这些纱呢，就花了我差不多1个星期，不过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。这是现在它下裙的样子，之后呢，我又在这个基础上又给它加了4层的纱。我把下裙放在人台上，那现在呢要开始做上身部分了。正好前段时间呢，我从二手店淘了这么一条裙子，这个上身的设计呢，就是我希望这条裙子的上身。那我身上这条裙子呢，比我的实际尺寸大概要大1-2码，我要把这条裙子呢拆开来改成我的号码。那既然要拆，我就打算在拆的同时把它的版型给它画出来，用这个版来做新的这条裙子的上身部分。那现在先把上身部分给它拆出来。
这是拆好的上身部分，那把这个拆下来的杯给它取掉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裙子上的每一部分，所有缝线之间的这个部分都给它在纸上描出来。这是我描下来的版，因为这版呢比我的尺寸还要大1-2码，那我还是要在它的基础上把它改成我的码。首先呢，我就用之前的那条旧窗帘剩下的边角料来给它先做一个草稿。这是我的第一版草稿，它比我的实际尺寸还是大。我稍作调整，又用旧床单做了第二版的草稿。这一版呢，我穿上就已经很合身了。那我就根据第二版的草稿画出了我最终的版，现在就可以用这个版来裁正式的布了。所有布裁完，除了中间这片是里布外布各一片之外，其余的都是里布外布各2片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对它们全部进行包边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它们顺序缝在一起。这是缝好的外部部分，翻过来看一下它这些缝缝，中间这2条呢往两边熨，然后剩下的呢都给它展开熨平。这是我从网上买的做衣服用的骨架，我买的这种就是塑料的，而且是可以直接用缝纫机缝在布料上的。它呢主要是对衣服起到支撑的作用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顺利，不过我在网上做了很多功课，那现在就来试一试吧。首先呢，要把它熨平，剪成合适的长度。把它缝在熨平的缝缝上，骨架全部都缝好。现在呢，拿之前缝好的里布跟外部的布料正面对在一起，然后从底上给它们缝起来。我在离缝线很近的地方又给它们压了一条线，把它们的缝缝压在朝里子的方向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确保穿的时候里子不会跑出来。因为裙子上有太多层纱了，所以裙子比较重。那我决定在裙子腰上再给它加一条腰带。这个腰带上的2头我都给它缝了搭扣，然后这个腰带呢，我要缝在裙子里边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可以撑住裙子，不会把裙子的重量加在上身部分上。那这步做完呢，就可以把裙子跟上衣缝在一起了。这是缝在一起之后的样子。我是第一次做这种剪裁的上身部分，没想到腰身能贴合得这么完美。我又决定给裙子加一条可拆卸的拖尾。那我先用剩下的布料别出我想要的这个拖尾的样子。我现在手工粗缝一下，确保这个褶可以完整的拆下来，然后在缝纫机上再把这个褶给它固定住。毛边也要记得处理。我把褶固定好之后呢，还在上面加了一层这样的腰带，
然后在这个腰带的头上呢，我缝了搭扣，然后我在裙子腰部也缝了对应的搭扣，那这样这个拖尾它就是可拆卸的。终于轮到表哥给的这些花出场了。那这种花呢，它的质地是类似海绵的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用线缝的，因为线会把它这种材料给它切开。那我就全部都用胶来粘。这些花粘完呢，那今天这条裙子终于也就做完了，一起来看最后的成品吧。